第7章龙宫取宝。孙悟空拜别祖师，念动口诀，架起筋斗云，不到1个时辰，已回到花果山水帘洞。只见洞府荒凉，花草俱无，烟霞尽绝。原来在他学艺期间，有个混世魔王欺负群猴无主，强占了水帘洞，掳走了许多猴子猴孙。悟空大怒，寻到混世魔王的巢穴，施展神通，将魔王劈成2半，救回被掳的猴子猴孙。重整花果山，安排百官日逐操演武艺，又从傲来国城中射来各样兵器，分发与众猴。一日，悟空忽觉自己虽有神通，却没见趁手的兵器，心中不快。老猿猴建议道：大王乃是先圣，凡兵是不堪用，但不知大王水里可能去的。悟空道：我自闻道之后，有72般地煞变化之功，筋斗云用莫大的神通，善能隐身遁身，其法设法，上天有路，入地有门，不日月无影，如今世无碍，水不能逆，火不能焚，哪里去不得？老猿猴道：大王既有此神通，我们这铁板桥下水通东海龙宫，大王若肯下去，寻着老龙王，问他要见什么兵器，却不称心。悟空闻言甚喜道：等我去来。悟空捻着碧水诀，分开水路，进入东洋海底。正行间，忽见一个巡海的夜叉挡住，问道：那推水来的是何神圣？说个明白，好通报迎接。悟空道：吾乃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，是你老龙王的紧邻，为何不使？夜叉听说，急转水晶宫传报道：大王，外面有个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，口称是大王紧邻，将到宫也。东海龙王敖广急忙起身，与龙子、龙孙、虾兵、蟹将出宫迎道：上仙请进，请进。直至宫里相见，上座献茶毕。龙王问道：上仙几时得道，授何仙术？悟空道：我自生身之后，出家修行，得一个无生无灭之体，竟因娇眼儿孙，守护山洞，奈何没见兵器，久闻邪灵享乐瑶宫被缺，必有多余神器，特来告求一件。龙王不好推辞，急助贵都司取出一把大汉刀奉上。悟空道：老孙不会使刀，其另赐一件。龙王又助李太尉领丘力士抬出一汉9股叉来，悟空跳下来，接在手中，使了一路，放下道：行，又不趁手，再起另赐一件。龙王笑道：上仙，你不曾看这叉，有3600斤重力。悟空道：不趁手。龙王心中恐惧，又驻边提督李总兵抬出一柄画杆方天戟，那戟有7200斤重。悟空近前接在手中，丢几个架子，撒2个解数，插在中间道：也还轻。老龙王越发害怕道：上仙，我宫中只有这根戟重，再没什么兵器了。悟空笑道：古人云，仇海龙王没宝力，你再去寻寻看，若有可疑的，一一奉驾。龙王道：伪的再无。正说处，后面闪过龙婆。龙女道：大王，观看此胜，绝非小可。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针铁，这几日霞光艳艳，锐气腾腾，敢莫是该出现遇此胜也？龙王道：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字，是一块神铁，能重何用？龙婆道：莫管他用不用，且送与他，凭他怎么改造，送出宫门便了。老龙王一言尽向悟空说了。悟空道：拿出来我看。龙王摇手道：扛不动，抬不动，须上仙亲去看看。悟空道：在何处？你引我去。龙王引至海藏中间，忽见金光万道。龙王指道：那放光的便是。悟空撩衣上前，摸了一把，乃是一根铁柱子，约有斗来粗，2丈有余长。他尽力2手抓过道：特粗特长些，再短细些方可用。说毕，那宝贝就短了几尺，细了1围。悟空又掂一掂道：再细些更好。那宝贝真个又细了几分，紧挨孤有捐成的一行字，唤作如意金箍棒，重13500斤。心中暗喜道：想必这宝贝如人意。一边走一边心思口念，手掂住道：再短细些更妙。拿出外面只有丈2长短，碗口粗细。悟空将金箍棒拿在手中，坐在水晶宫殿上，对龙王笑道：
多谢贤邻厚义，还有一事相求。如今有了兵器，却无披挂相配，望一发赐我一副，一总奉谢。龙王推说没有。悟空道：亦可不犯二主，若没有，我也定不出此门。龙王道：凡上仙在转一海，或者有之。悟空又道：走3家不如做1家，千万告求一副。龙王道：伪的没有，如有即当奉承。悟空道：真个没有，就和你试试此帖。龙王慌了道：上仙，切莫动手，切莫动手，待我看舍弟处可有，当送一副。悟空道：令弟何在？龙王道：舍弟乃南海龙王敖钦，北海龙王敖顺，西海龙王敖润是也。悟空道：我老孙不去，不去。俗语谓射3不敌箭2，指望你随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。老龙道：不须上仙去，我这里有一面铁鼓，一口金钟，凡有紧急事，雷的鼓响，撞的钟鸣，舍弟们顷刻而至。悟空道：既是如此，快先去擂鼓撞钟。霎时间，钟鼓响处，果然惊动那3海龙王。须臾来到，齐聚水晶宫。敖广说出缘由，众龙王议论纷纷。南海龙王敖钦大怒道：我兄弟们点起兵，拿他不是。老龙王道：莫说拿，莫说拿，那块铁挽着些儿就死，磕着些儿就亡，挨而皮破，擦擦而筋伤。西海龙王敖润说：二哥不可与他动手，且只凑副披挂与他，打发他出了门，其表奏上上天，天自诛也。北海龙王敖顺道：说的是，我这里有一双藕丝布云履里。西海龙王敖润道：我带了一副锁子黄金甲里。南海龙王敖钦道：我有一顶凤翅紫金冠里。老龙大喜，引入水晶宫相见了，以此奉上。悟空将金冠、金甲、云履都穿戴停当，使动如意棒，一路打出龙宫，对众龙王说道：聒噪，聒噪！四海龙王甚是不平，一边商议进表上奏不提，